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再向大家介绍两张美国实体手机卡。第一张美国实体手机卡是 H2O， 这张卡有3个优势。第一个优势是 H2O 的网络运营商是 AT&T， 相信我不用多做介绍了，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，前身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。第二个优势是这张卡是没有1分钱的月租。第三个优势是这张卡接收短信、接听电话是免费的，发送短信每条是 0.1 美元，拨打美国号码每分钟是 0.05 美元，资费还是相当便宜的。另外一个也算是优势吧，就是它的激活过程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在官网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充值10美元就可以激活成功，并且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美国的手机号码，这个号码是可以选择归属地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美国的手机号码，比如说 Google Voice 或者其他的手机号码，也是可以顺利转移到这张 H2O 卡上面的。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另外一张卡是曾经风光无限，但是现在却很少有人使用的徕卡。为什么我今天要介绍徕卡呢？因为它现在有一个日卡，价格非常便宜，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注册认证的工作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首先向大家介绍 H2O 这张卡如何激活，如何获取号码。激活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来到 H2O 的官网，官网全部是英文没有中文的，但是电话客服很良心，是有中文服务的。我们直接点击右上角的激活，这边有3个选项，我们先选择激活一个新号码吧。我们选择获取新号码，这边是需要先注册的，我们点击下面的创建账户，下面的信息去填写一下，注册完成之后点击邮箱里的验证链接，然后跳转登录，这边是需要输入手机卡的激活码，然后添加一种支付方式，也就是我们首先要给这张卡充值，需要绑定我们的信用卡，我们直接选择信用卡，这边选择套餐。大家注意，因为这张卡不在国内，它的数据流量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你想选流量比较高的套餐也是没有用的，我们直接去选择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的语音短信使用量比较大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去选择充20、30或者充100美元，充不同金额的有效期是不同的。这种方式的话，相比我之前介绍的 Ultra Mobile， 它只有一种套餐，而 H2O 则会更加的灵活。到这边输入一下自己想要号码的区号，比如我这边想要申请一个洛杉矶的号码，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洛杉矶的手机区号213，下面去输入自己信用卡的付款信息，信用卡大家用国内的双币种信用卡就可以了，账单地址大家随便填个美国地址就可以了，有转运仓就写美国转运仓的地址，如果没有就从 Google 地图上随便点一个点，然后填写那个地址就可以了。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点击激活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 1.39 美元的税，这个税是没有办法免除的，即使我上面填写的地址是免税州的地址。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卡一会儿，系统是正在扣款，然后激活。过来一会儿，我的国内招商银行卡就收到了扣款的消息，这边也可以看到已经激活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激活的一个新号码，整个流程是不是很简单？但如果你想要转移新号码的话，就到激活这个界面，选择第2个选项，然后这边输入你想要转移过去的一个老的手机号码，然后点击一下自己的运营商，如果你是 Google Voice 的话，就选择最下面的其他，下面去输入一下你的账号信息，具体转移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 Ultra Mobile 那期转移号码的方法，教程这里就不再重复介绍了。激活完成获取号码之后，其实现在这张卡还没有办法使用，因为你发现你卡插在手机上是没有信号的，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去打电话联系客服，开通 WiFi 通话的功能。我们在卡的背面右下角可以看到客服电话，直接打过去是有中文服务的，大家直接去跟客服说是要开通 WiFi 通话，客服那边去操作，1分钟就可以开通成功。开通成功之后，把卡装在手机上，然后重启，就可以看到有 WiFi 通话的功能了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目前实测只有苹果手机可以使用这张卡的 WiFi 通话功能。我另外有一个 Google Pixel 3手机，它用 Ultra Mobile 的卡是可以开通 WiFi 通话的，
但是这张 H2O 的卡插进去之后，它直接是没有信号的，也是没有办法去开通使用 WiFi 通话的功能。所以如果你手头没有苹果手机，那么就不建议购买这张卡。安卓手机大概率是没有办法顺利的使用 WiFi 通话的功能。另外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， H2O 的话费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，3个月后不管这张卡有多少余额都会全部作废，号码也会被回收。但是你只要充值一次，最低10美元，号码就可以延长3个月，而且你前3个月内没有用完的余额也不会作废，会继续保存。如果说你充值100美元，那么就可以延长1年。总体来看，这张 H2O 的美国电话卡比较适合短信电话比较多的小伙伴，因为收短信、接电话用这张卡都是免费的，而且短信不限数量，电话不限时长，发短信和打电话的价格也算相对而言比较实惠。当然这张卡的弱点也非常突出，这张卡在国内插在手机上是没有信号的，只能在 WiFi 的环境下使用 WiFi 通话功能来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。还有就是只有苹果手机使用，安卓的 WiFi 通话功能大概率不会成功。接下来向大家介绍徕卡的激活。激活很简单，大家只需要来到官网的这个页面，去输入4个信息就可以了。第一个是邮编，第二个是卡片条码下面的那组数据，第3个是邮箱，第4个是 POK 号码，也就是在卡片右下角的数字。完成之后点击继续，系统就会自动激活这张卡，并且给我们分配随机的号码。这个号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选择归属地的，但是它是一个美国的号码。运营商的话我这边查了，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营商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这张卡是实体卡，是可以用来去注册很多国外的服务的。下面简单演示一下 Google Voice 的注册过程。我们首先到 Google Voice 的网页，然后去点击申请个人用户，然后选择网页。这边是要登录 Google 账号。如果说你现在的 Google 账号已经有了 Google Voice 号码，那么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申请新的号码，你只能去注册一个新的 Google 账号。注册的话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可以就用我们现在手里的这张徕卡的电话号码，再去注册一个 Google 账户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仅有了一个 Google Voice 的号码，也会有一个 Google 的账号，可以使用 Google 的全家桶服务。这么看来也还是非常划算的。我们在这边点击创建账户，选择为我自己创建。我这边输一下名字，然后自己想要设定的邮箱，然后设定一下密码。接下来就是输入我们刚刚生成的徕卡的手机号码。我们初次把徕卡的手机卡插在手机上之后，它大概会有5分钟左右才会有信号，是中国移动的网络。有信号之后，如果你立刻接收验证码的话，它信号来的比较慢，大约需要等10分钟左右，我们才会收到这个验证码。所以大家不要着急，以为是收不到 Google 的验证码，其实是可以收到的。如果超过10分钟之后再没有收到的话，大家可以点击后退，然后重新获取一下验证码。这边去输一下生日、性别，然后点立刻申请 Google 账户，点击一下同意隐私政策。这边我们就到了申请 Google Voice 号码的步骤了。我们选择继续，这边输入我们想要申请的手机号码区号，比如说洛杉矶，我们输入213，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洛杉矶的号码。接下来我们选择自己心仪的一个手机号码，选择点击验证号码，这边就输入我们刚刚激活的徕卡的手机号码，不用加国家代码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发送代码，这一次的话大概10秒钟我们就会收到 Google 发来的验证码，然后输入进去，点击验证。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Voice 号码已经申请成功，整个流程非常流畅，5分钟的时间不到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徕卡的号码来获取一个 Google Voice 号码，一个 Google 全家桶账户。我之前介绍的免费申请 Google Voice 号码的方法有一个难点，是要在接码平台去接码，但是很多平台是只接受外币信用卡，或者说只接受虚拟货币支付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去使用这张徕卡的日卡去非常顺利的注册。关键是这张日卡的价格非常便宜。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张日卡的有效期一般最短是30分钟，最长的话也不会超过24个小时，这个主要看运气。建议大家要使用这个号码的时候再进行激活，不然如果它有效期只有30分钟，你现在激活了，等你要使用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失效了，那么就悲剧了。当然徕卡也有月卡，月卡的话我们可以在官网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套餐，但是这些套餐在国内使用并不是非常划算，不是非常推荐。
以上就是今天向大家介绍的2张新的美国手机卡，这2张卡各有各的用途，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多一种玩卡思路。那么要怎么样去购买这2张卡呢？一种方式就去官网海淘购买，然后转运仓寄回国内。另外一种也可以直接联系我，通过我这边的渠道来获取这张卡。需要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到我咨询。好了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向大家介绍过4种美国手机卡，分别是免费的 Google Voice、费用很低的 No Rolling、徕卡、日卡，以及推荐大家长期使用的 Ultra Mobile H2O。在下期视频里面，我将会做一个横评，把这几款手机卡的资费、优点、缺点全部总结一下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不想错过这期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